刘伯温打开诸葛亮的墓，看见了5个字，让自己害怕了一辈子。刘伯温他为什么要打开诸葛亮的墓呢？他到底又在寻找什么？相传有一天呀，朱元璋找来了刘伯温，就随口问道：“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辅佐刘备3分天下，绝对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民间有流传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不知道你跟诸葛亮相比，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刘伯温听了朱元璋的话，先是一愣，随即回答道14个字：3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朱元璋是何等聪明之人呢？他当然知道刘伯温不服诸葛亮，于是说道：“先生如果能够挖到诸葛亮的墓，就证明你道高一丈，否则你就是欺君。”朱元璋之所以用这种激将法来刺激刘伯温，是有原因的，想要刘伯温去寻找诸葛亮留下的无字天书。但是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诸葛亮究竟埋在何处。相传诸葛亮去世以后曾经立下遗嘱，令4人抬棺南行，身断之时就是掩埋之地。后来阿斗就安排4个壮人抬棺而走，走了1天1夜之后，这4个人觉得累得浑身发软，但是看见棺材上的绳子丝毫没有断裂的意思。4个人一合计，干脆就把绳子给砍断得了，反正也没有人知道。然后呢，就把诸葛亮就地下葬，回成都去复命了。结果阿斗半信半疑，严厉拷问之后，才知道4人在绳子上动了手脚，一怒之下将这4个人全部都斩首示众。结果忘了问他们诸葛亮究竟葬于何处。就这样，诸葛亮埋葬之处就成了千古之谜。刘伯温听了朱元璋的话以后就说：“陛下呀，大明法律严禁盗墓，凡挖人坟墓者，轻者流放3000里，重者处于绞刑。臣可不敢去挖诸葛亮的墓呀。”朱元璋摆摆手说了4个字：“赦你无罪。”刘伯温得到了朱元璋的特赦令之后，马上就带人来到了定军山下，很快就找到了诸葛亮的墓。墓的石阶上呢立了一块巨碑，只见上面写了5个字：“无知无人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知道没有人会到达这里。刘伯温一看就冷笑一声：“这不是我来了吗？怎么还无人能到呢？”于是令人把这块石碑就给砸了。砸完之后呢，刘伯温得意洋洋继续往前走，没走多远，又看到一块巨碑，上面又写了5个字：“只有伯温道。”这次刘伯温可以给吓到了，他直接跪在地上给诸葛亮磕头，嘴里还说：“妄自尊大了，毁碑碎碑，辱没先师，实在罪过。”就在刘伯温磕头叩拜的时候，看到石碑的下面有一行小字写道：“伯温戴盔行礼，脱盔而起。”原来诸葛亮他老早就已经料到了刘伯温拜见自己的时候是不会脱掉身上的盔甲的，这就是对自己的不尊敬。这时候的刘伯温彻底对诸葛亮心悦诚服，赶紧脱帽跪拜，准备回去。但是如果回去了，自己又如何向朱元璋交差呢？刘伯温一方面是为了向朱元璋复命，另一方面真正来的目的是获得诸葛亮的无字天书，就只好硬着头皮令人挖开了诸葛亮的墓地。但是只挖了几下，他又露出一块石碑来，上面醒目的刻着：“无墓后世无人道，只有伯温道。我知后世有你，你知后世有谁呀？”刘伯温看到这句话，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诸葛亮的意思是我知道后世有你刘伯温会来盗墓，你知道后世有谁会去挖你的墓吗？诸葛亮的墓被挖开以后，刘伯温看见里面呢有7口用来盛灯油的大缸相互连接，并且呢有一根点燃的灯芯还在燃烧。7口大缸中有6口缸中的油已经快燃尽了。刘伯温心想诸葛亮你再怎么神机妙算，你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灯油都已经快要燃尽了吧？心里暗自大喜，命令手下赶快去找无字天书。结果天书没有找到，却看到一块竹板上写了8个字：“伯温伯温，快快添油。”诸葛亮竟然已经算到刘伯温
要来偷坟掘墓的具体时刻，他吓得赶紧跪下磕了3个头，准备离开。恰好此时，诸葛亮墓中的第7个油缸内的油也已经燃烧完毕，墓室当中一片漆黑。刘伯温命令下人赶紧去给7口大缸添满灯油，并且将诸葛亮的墓又重新给填上了，郑重祭拜之后，这才离开。总之啊，这刘伯温到诸葛亮的墓，非但没有得到所谓的无字天书，而且还赔上了7缸灯油钱。据说呀，刘伯温呢被诸葛亮羞辱一番之后，他知道自己和圣人之间的差距，于是呢就看破了红尘，远离俗世，潜心的去修行。后来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千古神书《烧饼歌》。关注我，下个视频我们来讲一讲刘伯温的《烧饼歌》的故事。